原来你还能在这个点刷到我，我都以为我快凉了呢。今天就不猜左脚压右脚了，老规矩，刷到了你就吱个声，或者在右边留下最火的沙姆特表情包，让我知道我还没完全凉透。好了，废话到此结束，一起来享受今天的解压时刻吧。趁着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阿伟踏进了挪威森林深处。酷爱野外独居的他，打算建造一间树屋度过这个寒冬。这几棵松树呈三角形排列，只需在手动增加一根立柱，就能形成树屋完美的支撑结构。只见阿伟熟练地在地上挖出基坑，而后便可以将收集来的原木给支棱起来，接着再往坑内填入石块并夯实。为了确保足够的稳固，底部还要钉上三角加固。有了坚实的依靠之后，接下来只需通过绳索将立柱牢牢绑定，便可架上横梁构建出树屋底座框架。此时冬雪已悄然临近这片山林，绿色的松针裹上了白霜。阿伟有条不紊地将横梁逐一固定，动作利落却带着几分从容。继而他又继续收集了许多自然嘎掉的树胸，每一根原木都经过精心的挑选，确保长短粗细适宜。接着把这些原木直接铺设在横梁之上，就能拼凑成相对平坦稳固的树屋底板。有了几棵大树作为天然依靠，木屋的立柱就得以借势而立，从而省去许多额外支撑的繁琐。考虑到冬天积雪会持续堆积，阿伟在设计屋顶时特意加大了倾斜角度。随着屋顶骨架逐渐成型，阿伟拿来原木嵌入框架内，开始搭建墙体。为了得到更好的保温效果，缝隙之间均用苔藓填色，寒风便难以侵入分毫。随着三面墙体逐渐成型，阿伟拿出随身携带的防水布，直接覆盖在屋顶框架上，并且还事先预留出排烟孔的位置，而后再继续对山墙以及屋檐下的缝隙进行细致封补。接着他在前面先搭建出门框，然后继续用原木对两侧的墙体进行密封，同样是一层苔藓一层原木交替堆叠。寂静的森林只有阿伟搭建的声音在回荡，转眼间地上就积了厚厚一层雪。阿伟继续收集更多的原木，将它们整齐地拼接起来，制作出一扇厚实的门板，然后通过绳索牢牢地固定在门框内。阿伟将原木拼接起来，搭建出一个结实的床架，摆放在树屋内侧的角落，而后铺上一排大小均匀的木条作为床板，再压上充气床垫与兽皮，就这舒适程度堪比5星级酒店。为了能安全地度过第一个寒夜，一个温暖的壁炉必不可少。阿伟把壁炉给组装好，然后迅速地将篝火点燃，暖意渐渐驱散了屋内的寒气。他煎了一些羊排，简简单单地对付一餐。野外独居的第一天就悄然结束。次日一早，阿伟在晨光中推开木门，此时室外温度已达到零下。为了增加室内的采光，阿伟先将前面的墙体拆下几根，然后在上面砍出相应的凹槽，将透明的亚克力板嵌入凹槽之中。这样一来就得到了2个小窗户，屋内顿时就变得明亮许多。考虑到苔藓干燥之后会产生落灰，阿伟拿出麻布钉在墙上作为墙纸，既能防尘又增添了几分温馨气息。为了今后能够更加优雅的干饭，他还在床头边上手搓了一张可折叠的干饭桌。经过半天的忙碌，阿伟感觉有些饿了。作为牛肉批发商的战略合作伙伴，他每天都要吃上2斤半。煎至7分熟的牛排搭配上面饼，咬上一口外焦里嫩，肉香混合着面香在口中迸发，好吃到抽耳光都不放手。冬天很快过去，当阿伟再次回到小屋时，森林已是春意初萌。他对木屋进行了全面检查，发现墙体和屋顶依然牢固，只是苔藓密封处有轻微收缩。阿伟当即带着麻袋又到丛林深处进，然后再将重新薅来的苔藓填充到墙体的缝隙之间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给屋顶也覆盖了厚厚的一层，从而提升了屋顶的保温性能。为了能更好地欣赏美景，他决定在屋前扩建个露台，首先插上木桩，拉好准绳，规划大小，而后便沿着标记开始挖掘基坑。为了确保立柱足够的稳固，内部先用石块卡紧踩踏严实，而后再用泥土回填。随着4根立柱都支棱好，就可以架上横梁，并在上面钻孔，打上木销牢牢固定。就这坚固程度，就算在上面唱跳打篮球也完全没问题。之后就可以继续拿来原木铺设上去，作为露台的地板。
为了防止原木发生位移，每一根原木都需要敲入木钉，确保整体结构稳固扎实。由于露台比较高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四周还要安装一圈结实的围栏。现在他对树屋的升级就基本完成了，接下来就是喜闻乐见的干饭时间，依旧是2斤半的牛肉，先撒上各种调料腌制入味，然后直接绑扎在木签上架在火堆旁烘烤，同时再煎一些土豆和蔬菜。虽然在野外，阿伟也非常的注重荤素搭配，烤制表皮焦香的牛肉与金黄酥软的土豆交织出诱人香气。阿伟坐在床边大快朵颐，吃饱喝足之后便躺在床上放空自己。